空闲上网时，我偶然看到个帖子，发帖的说自己有个智障弟弟，没娶到老婆，想让自己老婆帮弟弟生个孩子。评论区里网友纷纷抨击发帖人，我却被吓到了，因为那头像明明显显就是我老公的。老公一直都很温柔，正当我怀疑自己看错时，他竟然真的把弟弟带回家了。晚上无聊至极，刷手机时无意中翻到个帖子，上面写着我弟弟28了，还没娶老婆，不能让他无后，我打算让我老婆给他生个儿子。帖子下有人问有啥招能让我老婆听我话，有人回复哥们你疯了吧，那是你老婆呀，你是不是有绿帽倾向啊？我回复道截图都发你关注的13个人了。发帖人最后只回了一句我老婆从来不上网。突然间我感到浑身发冷，仿佛血液在倒流，充斥大脑，凝结成血块，压迫神经，连字都看不清楚了。这头像跟纪怀民一模一样。纪怀民有个智障弟弟，28岁了，至今未婚，不是没人要，是他妈要求太高，看不上残疾人，所以一直拖到现在。工作忙，我也不常上网，这些细节都能对上这个人。正失神间，门突然开了，纪怀民围裙一系进来亲了我一下，老婆，饭好了，今天的糖醋排骨特香，快来尝尝。看着他温柔的样子，我的猜疑稍微消散。我们结婚2年了，纪怀民一直对我体贴有加，照顾我日常起居，公认的好老公。不应该说那种话，可能只是巧合，世界上傻子多的是，不上网的也有。我还在自我安慰，可样子依旧失魂落魄。看我没怎么动筷子，纪怀民问今天的饭不合胃口，下次我换个法子炖排骨，保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，咱们再生个胖小子。我愣愣的点头，突然抬头问他你什么时候想要孩子了？你现在工作稳定，咱们也有点积蓄，生个孩子我照顾你们娘俩，再说你不是也喜欢小孩吗？他轻声安慰。想到孩子肉嘟嘟的小脸，我的心也软了几分，但帖子的内容又不停在脑海涌现。我说我再想想，说完逃回房间。帖子又更新了，有人调侃，更多人当笑话看。翻着翻着，看到有人认真回答你带你老婆回老家，搞点情调，黑灯瞎火的，他哪知道是谁，让你弟弟别出声就行。鬼使神差地点开这人主页，应该是小号，除了这条留言没别的记录。心烦意乱中，纪怀民说你妈想咱们了，周末回去看看。我不知自己脸色是否苍白，他摸摸我额头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脸色这么差？我摆摆手，回老家的事再说吧。纪怀民还想说什么，我也没听。躺在床上，我紧紧握着手机，帖子更新了。纪怀民回复说不行啊，老婆不肯回老家，还有没别的办法。这一刻我彻底确定了，冷汗淋漓，深呼吸几口，告诉自己先稳住，等工作彻底安定下来后再考虑离婚。周末纪怀民提议去超市，忙了这段时间我们确实也很少一起轻松了。拎着大包小包回家，正准备掏钥匙，发现门开着，心里一紧，抓住纪怀民胳膊问有人来咱家了？他淡定地说我妈来了。我怒气上涌，把购物袋狠狠扔地上，玻璃罐子碎了一地，那是我最爱的水果罐头。纪怀民，这是我们的婚房，你当我的话是耳旁风？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？怒火终于爆发，快感过后是深深的恐惧。纪怀民似乎也生气了，但还在隐忍。突然屋子里冲出个人影，啪地一声，我脸上火辣辣的疼，捂着脸，那个身影还在骂你这种媳妇还不让我来家里，我儿子想怎样就怎样，你感恩戴德还蹬鼻子上脸。正是我泼辣的婆婆张翠花。纪怀民慌忙开口，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夏夏？张翠花越骂越来劲，哭嚎声引来邻居围观。邻居大妈拉我一旁小声说你还是小心点。我坚定地说大妈放心，我不会让自己受委屈。大妈满意点头，又悄悄说我可是身经百战。话音刚落，张翠花气势汹汹冲过来，指着我鼻子骂你个不要脸的，欺负我老太婆。纪怀民愣住了，婆婆也懵了。我畅快淋漓地骂道你这个窝囊废，连自己老婆都保护不了，让别人打你老婆，一个男人没自己的主意，天天和稀泥。婆婆对儿媳妇有误解，就是当儿子的没维持好关系，你该以死谢罪。这么一通骂，纪怀民愣愣点头，似乎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。趁着大家还没回过神，我左右开弓，狠狠抽了纪怀民几巴掌。刚停手，就有个身影像子弹一样冲过来，紧接着2声惨叫响起，纪怀民被撞得贴墙，脸色煞白，惨叫连连。另一声是纪安的，他蜷成一团。看到纪安那一刻，我红了眼。我们夫妻几年情分，强忍着没落泪。我走过去，你看你干的好事，你割成什么样了？我要打死你！我妈说不能让你这坏女人欺负我们。本想扶纪怀民的婆婆彻底愣住了，我哪会惯纪安，对着她脑袋就是一下，你他妈不懂事，我就教训你，我得好好教教你。边打边骂，几下过后，她哭求别打了，我知道错了，妈救我！张翠花回过神，抓着我胳膊摇晃，快松开安安，他不懂，你也没受伤，让他懂点事。一股尿骚味传来，纪安裤子湿了，我恶心的后退几步，你这么怕干什么？说完直接推门进去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想闹就离婚。心里的重压突然消失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，终于解脱了。再跟这家人待下去会疯的。纪怀民说我胡话，我当他压力大发泄，没在意。来到闺蜜兰兰家，紧绷的情绪终于放松，兰兰一脸担忧，想说什么又止住，最
最后只是叹气，你们又吵架了，我在考虑离婚了。我语气坚定。兰兰没再问，帮我安顿。曾经的美好都成了算计，明媚的笑容也蒙上阴影，说不难过是假的，但没有深究的力气了。天色渐暗，我迷迷糊糊睡去。半夜有动静传来，我猛然惊醒，黑夜中的咒骂声格外熟悉。我狠狠咬那男人手，哭了起来。兰兰喘着粗气跑来，一脸惊慌。我一跃而起，面对纪安和纪怀明，我厉声质问：你们想干什么？不怕我报警吗？我步步紧逼，他们步步后退。纪怀明突然站出来：你是我老婆，报警也是家庭纠纷，离不了婚，感情没破裂，你还是跟我回去吧。兰兰吓得手机都拿不稳。我报警了。纪怀明一慌，很快又趾高气扬：警察来了也没用，好好说说。怒火中烧，最后一丝温情斩断。既然他们不放过我，那就奉陪到底。我迎着兰兰关切的目光说：我可以回去，但你得解释纪安为什么在我床上。安安只是想开玩笑，你当嫂嫂的就不能让着他？他还是孩子。我无言以对。一个智商6、7岁的孩子会在亲哥教导下爬上亲嫂嫂的床，为了避免给兰兰添麻烦，那晚只能凑合睡，给了我喘息之机。他们不知道家里还是一团糟，东西乱堆也没人收拾。纪怀明指责我：你快点收拾，就知道惹事。以前我能忍你，现在我妈我弟都在，你也得懂事。我弟没顺眼，直接去客卧。我想进主卧，张翠花冲过来：这是我房间，这几天你睡客厅。我没争辩，昂首挺胸进屋，开始收拾，揪起纪怀明：我总不能没房间睡吧？他想反驳，却点头同意，换了床单被罩，这才上床，躺在松软的大床上。我终于感到疲惫，好戏还没上演。深夜2点，门吱呀一声开了，紧接着就是一声惨叫，太吵了。我捂着耳朵，乐滋滋地看着地上的男人抱着膝盖打滚。哎呀，出啥事了？张翠花在隔壁惊叫，仿佛杀猪一般。我这老骨头啊，杀人了！又是一声闷响，痛苦的哀嚎此起彼伏。我这才慢悠悠地开灯，装出一脸惊讶。天啊，你们咋都在地上？你怎么在我房间？还想偷东西？纪安听不懂我的话，但知道自己受伤了，大叫：坏女人，我要抓你！我站在纪安头顶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我一说这话，纪怀明就急了：报什么警？我弟弟不懂事，你别在意，你先起来，我正好有话跟你们说。我挑眉看向纪怀明，他费劲地站起来，一瘸一拐走来。幸亏我油撒的不多，他竟然真走到了我这边。我温柔地说：我想过了，我们都是老夫老妻了，什么离婚不离婚的，过好日子最重要。让妈和小安住这儿吧。纪怀明半信半疑地看着我，我郑重地点头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。不把你们留下来，我怎么继续我的计划呢？我兴奋地招呼纪安：快过来，谢谢你嫂子。走过去想拉他起来，结果一滑，老远，地上有东西擦不掉，我就撒了点油。你是不是故意害我们？他身子一歪，又摔了出去。我低头，装作受伤的样子，楚楚可怜。你也别这么说，夏夏，我猜对了，这家人真有意思。弟弟智障，哥哥自私自利，妈妈偏心，把纪怀明控制得死死的，还能维持家庭暂时的平静。但如果这平衡被打破了呢？张翠花结巴了半天，也没说出什么，低头不停念叨：快看看有没有伤到，打死他！纪安嘴里不停叫嚣着。我轻轻地走到纪怀明身边，柔弱地依偎着他，轻声问：老公，摔疼了吧？我的温柔体贴让他的心瞬间柔软，眼神中流露出柔情。夏夏，还是你最好，永远记得我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就知道奏效了。纪安依旧在大叫，张翠花努力地哄着他。纪怀明脸色一沉：妈，夏夏毕竟是我老婆，纪安怎么能这么说？行，是我不对。纪怀明也无言以对。我提议：老公，我去卧室睡吧，这几天没睡好，想好好休息。他只能憋着气躺在沙发上。我对纪怀明能忍到何种程度充满好奇。第二天，我睡到日上3竿才起床。婆婆阴阳怪气地说：你真会享受，这么晚才起，我都干活了。婆婆，你这么勤劳，说什么呢？张翠花声音突然提高，迅速转过头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还不忘指使我从老家带来的蘑菇，中午做个汤。好，我正好饿了，我直接去厨房，早饭也没吃就开始准备午饭。午饭上桌时，我没多说，坐下来招呼大家。我刚想夹蘑菇，婆婆说这蘑菇不多，你吃点别的。我委屈地看着纪怀明，他却只顾吃饭，当我不存在。我放下筷子回屋，张翠花还在唠叨，这女人不能惯着。我在屋里偷笑，半小时后，她捂着肚子进来，疼得直叫。听见外头乱哄哄的，我走出来一看，纪家3口在地上打滚。纪安急得不行，我连忙打了急救电话。不到一会儿功夫，他们全被送进了医院。我在急诊室门口焦急等待，终于有医生出来了，问谁是纪怀明、纪安和张翠花的家属。医生看起来也挺无奈，我赶紧上前，医生摇摇头，拍拍我肩膀说：食物中毒，那蘑菇有毒，幸亏你没吃，他们已经脱离危险了。我松了口气，连声感谢。年纪最大的张翠花伤势最重，但下午也出院了。回家路上，张翠花捂着肚子骂骂咧咧，我闭上眼，以为她这回能吸取教训，谁知她竟去敲邻居的门，嚷嚷着要算账。邻居大妈刚出来，张翠花就破口大骂：你个没良心的，是不是想害死我们？邻居大妈一脸懵。纪安冷着脸说：
大妹子，那蘑菇有毒，我本打算扔了的，回头发现蘑菇不见了，还以为谁帮我扔了呢，感情是被你拿走了，你这是偷窃，我要报警抓你，看你儿子以后怎么办。纪怀明听罢立刻站出来，我在旁边一个劲道歉，真不好意思，他脑子不好使，您多担待。我就说他精神不太正常。刚进家门，张翠花坐在沙发上，狠狠地盯着我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反驳，我天天想着为这个家做贡献，我能有什么坏心思？张翠花一时语塞，一时间张翠花被我的话唬得不敢出声。纪怀明也过来劝我别生气，夏夏对我怎么样，我心里有数，你别为难他了。张翠花气得脸色发青，但最终也没再找我麻烦。我兴奋得像打了鸡血，果然他们命大，毒蘑菇都没毒死他们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方便我继续玩下去，惹上我算他们倒霉。接下来几天，家里像中了邪似的，不得安生。先是舍不得扔菜，结果没炒熟又炒了一遍，母子三人再次进医院，连医生都无语了，一个劲儿叮嘱我。纪安在小区里发疯，被人索赔，各种乱七八糟的事层出不穷，折腾的一家人都成了熊猫眼。纪怀明真火了，一回家就拉着张翠花，你们再这么闹，就回老家吧，我现在上班还得操心你们，我不用上班了，我要失业了，你知道吗？张翠花一听这话也急了，你也是，你最近一直在家，怎么就让他一直胡闹？纪怀明气得要命，什么叫我胡闹？我一直在忙，你就不能找点事做吗？这话一出口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，怒火一触即发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纪怀明才重新抬头，我保证，我办完事就走，绝对不再耽误你。张翠花眼看威胁不管用，干脆开始示弱，淡淡的应了一声。我在旁边看着这一切，嘴角勾起一抹笑意。终于要开始了，真是让人热血沸腾。我的暗示还是有用的，他们开始意识到要好好忙工作，家里出点意外一定会急死他们。我知道他们是什么都能舍得的。我想要的结果来了，事情终于该结束了。我预料到他们会有所行动，却没料到纪怀明动作这么快。他给我端来一杯水，语气和缓，最近忽略了你，我们得好好过日子。我巧妙避开，他只能尴尬地摸摸鼻子，语气温柔，今儿好像是你的排卵期。我没锁门，他也只是提醒我多喝水。我点点头，转身，生怕下一秒会吐出来，这明显是蓄谋的。我注意到一旁的水杯，心中有了计划。卧室里传来的声音让我面红耳赤，我死死盯着那个方向，没注意到黑暗中也有一双眼睛。第二天，纪怀明问我昨晚如何，我没再提让婆婆回老家的事，表现得像个孝顺媳妇，主动干活。转眼1个月过去，纪怀明问我，你这个月例假还没来？我回答不知道，他脸上立刻露出兴奋的光，紧紧抱了我一下后快步离开。第二天，家里气氛活跃起来，纪怀明对我关心备至，连张翠花的刁难都被化解了，我也乐得清闲，心中暗自期待。意外发生在午餐时，张翠花突然对桌上的鱼汤呕吐起来，吓坏了纪怀明。张翠花坚决反对去医院，但回来后她却在那儿哭哭啼啼。我迎上前去，纪怀明像找到出气筒一样，大声质问我，你根本没怀孕，为什么要骗我？我一脸困惑，我啥时候说我怀孕了？他看我这副迷茫的样子，更加生气。我装作一脸无辜，想去拿化验单，纪怀明却死死拦住我。我立刻大声说，你怀孕了，但他已经说漏了嘴。邻居们都探出头来看热闹，纪怀明只能把我和张翠花拉进屋。张翠花颤抖着手指我，都是你，要不是你的水，我怎么会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装作困惑。纪怀明转过头，拉住张翠花，好了吗？现在说这些也没用，反正你也如愿了。小时候你就逼我帮你做这种事，就算有什么恩情，我也还清了。张翠花还想说什么，但纪怀明已经心灰意冷。下午，纪怀明满脸伤痕，垂头丧气。我把妈和弟弟送走了，这事就当没发生过。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。他露出狡黠的笑容，但我不给他反应的机会，继续说，我们离婚吧。他愣住了，我耸耸肩，拿出手机，点开一段视频，这是高清摄像头录的，每个动作都清清楚楚，无可抵赖。忘了告诉你，家里有监控，你也不想这些视频流传出去吧？他脸色大变，你早就知道了。我冷笑，现在知道晚了。纪怀明一脸悔意地说，夏夏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妈也自食恶果，你就别跟他计较了。我把他送走了，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。看着他那副虚伪的面孔，我只觉得恶心，冷冷地说，你要是不想我把视频交给警察，就乖乖离婚。他见我态度坚决，最终同意了。从民政局出来，看着离婚证，我长舒一口气。纪怀明想过来说话，我轻巧地避开，迎着朝霞，我坚定地大步向前，想买块烤红薯，却看到一个翻垃圾桶的男人，背上还背着个婴儿，看着挺可怜。男人转过身来，竟然是纪怀明的弟弟。他问，夏夏，你现在过得好吗？我后悔了。我后退一步，冷冷地说，你认错人了。正好同事过来，我跟着他离开。同事说，这男的真惨，他妈那么大年纪还生了个孩子，孩子还有问题，他弟弟打人，他妈去找人理论，被人家扔出来了。他以前还有工作，现在只能捡垃圾养孩子。我好奇张翠花的下场，同事摇头说，打麻将赌博，家底输光了，被追债的吓死了，真惨啊。同事感慨，恶人自有恶报。我在心里默默回答，抬头看，晚霞映红了半边天。同事说，今晚的团建你可不能再躲了，也算你的升职宴。我笑得一脸惬意。好，我弟未来才刚刚开始。